在台湾某个高度保密的实验室里，几位美国尖端科技专家正目不转睛地盯着眼前的实验台。忽然，其中一人倒吸一口气，因为他看到一块刚被剪刀剪开的布料居然正在自行愈合，裂开的口子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缩小，最后竟无影无踪。另一边，一块预先敲出裂纹的混凝土式样，在喷上少许水后，裂缝中竟长出白色结晶，将缝隙填满。这几位见多识广的美国专家面面相觑，瞠目结舌。他们亲眼目睹的景象仿佛超越了现代科学的常识，这不是魔术表演，而是真实发生的技术展示。据说这场闭门演示会上，美国代表团见证了台湾隐藏15年的秘密计划成果，其威力之强，令自诩科技霸主的美国都陷入震惊。今天我们就要来聊聊这项台湾潜心研发15年的神秘技术，以及它为何被称作比晶片还可怕。答案其实就藏在2个词里：智慧材料。这种听起来有点科幻的东西，正悄悄在台湾的实验室中变成现实。什么是智慧材料呢？简单说，智慧材料就是一类能感应环境变化并自我改变性质的材料。某些智慧材料可以自行愈合破损，就像拥有自我疗伤的能力；有些则会随温度、压力或电场改变形状和刚性，甚至还有材料能对光线、湿度或人体生理讯号做出反应，自动调节自身性能。传统材料是死的，但智慧材料仿佛是活的，能对外界刺激做出回应。其实大自然早就是最好的老师，我们的皮肤割伤后会自行愈合，植物受到日照刺激会转向阳光，蜥蜴断了尾巴还能再生。这些现象都在启发科学家，能不能让人造的材料也具备类似的智慧。于是从约20年前开始，智慧材料成为材料科学领域一个炙手可热的研究方向，包括自我修复材料、形状记忆、合金、压电与光电材料、热质变色材料等等五花八门的子领域。此外，还有如可改变光线路径的超影材料、可自洁的疏水材料等，也都属于智慧材料的范畴。听起来玄之又玄，别急，下面我们就透过几个引人入胜的例子，来认识智慧材料到底有多厉害。首先，来看看衣服。你能想象被撕破的衣服可以自己愈合吗？这在以前也许是童话般的幻想，但如今台湾的研究者正让它成真。国立阳明交通大学的陈俊泰教授团队投入多年心血，开发出一种自我修复材料，让受损的衣物能够自动回春。研究人员将特制的高分子聚合物与离子液体结合，形成一种具有弹性又带电性的离子凝胶。当布料上出现小裂口时，这种材料能在常温下快速自行愈合，仿佛把破口重新缝合起来。陈俊泰教授曾分享第一次目睹材料自行愈合时的难忘经历。有天，他和学生将一块涂有自愈凝胶的布料剪开，放在实验桌上。隔天早上我们再去看，那条剪痕竟然不见了。他回忆说，当下整个实验室的人都惊呆了，随即爆发出欢呼声。我们知道成功了，那种感觉真是太振奋了。想象你正背着登山包行走丛林，一不小心外套被树枝划出一道口子，正懊恼时，你发现那口子正在逐渐缩小，不用针线，不用胶水，破洞居然自己慢慢消失了。这就是这项技术的神奇之处。实验证明，只要稍微给布料一点压力或静置一段时间，材料中的高分子链就会重新移动交织，伤口愈合如初。经实验测试，在室温下放置不到1天，布料的破口就几乎完全看不出痕迹，恢复了原有的强度。过去，昂贵的机能性衣服往往一处破损就报废，有了自我修复材料，这些衣物的使用寿命将大大延长。对消费者来说，可以省下重新购买的钱；对环境而言，丢弃的纺织废弃物也会减少。要知道，全球每年产生的纺织废料数以千万吨计，衣物能用得久一点，环境负担就能小一点。事实上，根据调查机构统计，2022年全球运动服饰市场规模高达2700亿美元。如果衣物的平均寿命因智慧材料延长，哪怕 10%， 整体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都不容小觑。更令人兴奋的是，这种自我修复材料中的离子液体还具备导电特性。这意味着什么？
意味着未来我们可以把电子元件直接和布料纤维结合，打造出所谓的智慧衣物，甚至电子皮肤。比方说，在军事或医疗领域，士兵或病人穿戴的智慧衣若能内嵌感测器监测生理讯号，而材料本身又能自我修复，就不怕战场磨损或日常损耗导致装置失灵。陈俊泰教授透露，他们正是看中了离子凝胶的导电优势，下一步计划朝智慧衣与电子皮肤方向发展。未来有了这类自愈且导电的布料，我们或许能穿上真正的钢铁人战衣，衣服既是感应器也是保护甲，而且破损了还能自己愈合。接着把目光转向房屋建筑，台湾位于地震带上，气候又潮湿炎热，许多超过30年的老房子墙壁早已布满裂缝，雨季一来，漏水情形严重。长期漏水会让混凝土里的钢筋锈蚀，削弱结构，带来潜在危险。试想，如果有种混凝土能够自己长出材料，把裂缝填补起来，听起来是不是像小说情节？然而，这并非天方夜谭，这样的自愈和混凝土真的存在，而且已经商业化。荷兰台夫特理工大学的研究团队研发出一种神奇的混凝土技术，叫做 Basilisk 自愈混凝土。他们在混凝土中添加了一种特殊的生物促进剂，其中含有能产生石灰石的微生物孢子。当混凝土日久出现细如发丝的裂纹时，水分一旦渗入这些裂缝，就会唤醒沉睡的微生物。随后，微生物开始吃混凝土中的养分，并代谢出碳酸钙结晶，也就是石灰石，将裂缝一点点填满。最终，裂缝被新生的石灰质堵住，不但恢复了结构强度，还在表面生成一道防水层，防止再次漏水。这项自愈混凝土技术早在2015年就入围了欧洲发明奖，随后推向市场，并获得多项国际创新奖项。欧洲不少建筑已经用上了这种会自己愈合的水泥。日本国土交通省在2022年也正式认可了它的效果。现在，这套技术也由台湾的公司引进代理，开始应用在台湾的建筑维修中。例如，有建设单位尝试将自愈材料用于地下停车场的混凝土墙面防水修复，发现细缝渗水问题明显改善。也有工程团队计划在水库坝体上试用，看看能否降低裂缝维修成本。未来，我们走在台北街头，也许就踏在含有自愈功能的水泥路面上呢。台北市一栋30多年的老公寓住户林先生，最近就见识了自愈合建材的威力。他家顶楼浴室天花板常年逢雨渗水，传统补漏方法用了几轮都没效。后来施工团队尝试在楼板裂缝处涂抹含有自愈成分的防水砂浆。几个月后，梅雨季再来时，林先生惊喜地发现渗水迹象消失了，原本的细缝处出现一层淡淡的白色结晶，把缝都填满了。他难掩兴奋地说：“真的不可思议，我以为一定要拆掉重做防水，没想到自己就好了。”对他来说，智慧材料改善了生活品质，也省下一大笔维修费用。试想，在地震过后，小裂缝不再需要全部敲掉重补，材料会自己长出结晶修补结构。在潮湿的海边环境，混凝土一出现针孔细缝，内建的微生物就启动疗愈功能，把可能导致钢筋锈蚀的入口自动封死，这将大幅延长建筑物的寿命，减少日常维护的人力物力。从永续发展角度看，自愈混凝土也是一种环保材料，建筑不容易坏，就能少盖一些新房子，水泥生产减少，碳排放也跟着下降，可谓一举多得。当然，目前的自愈混凝土还有其局限，它主要能修复宽度不到 0.5 至1毫米的微小裂缝，对于大裂口或严重的结构损伤仍然无能为力，因此并非万能的自动补土神器。不过即便如此，这项技术已经让冰冷的建筑材料首次具备了仿生的自我维修能力，仿佛混凝土里也注入了一丝生命，会自行照料自己的伤口。再来看看我们日常使用的装置，智慧材料的威力也在改写我们对电子产品和交通工具的想象。还记得10多年前智慧手机刚兴起时，人们总是小心翼翼给手机贴保护贴、套保护壳，生怕刮花磕碰吗？如果手机外壳甚至荧幕都能自己复原刮痕，那不是太令人省心了吗？事实上，早在2013年 LG 公司就推出过一款号称
会自己疗伤的智慧型手机 LG G Flex。这只手机的背盖涂有一层特殊涂层，平时看起来跟普通塑料无异，但当背盖出现细微刮痕时，这层涂层会在室温下慢慢流动，填平划痕。几分钟到几小时后，原本的刮痕就变得几乎看不见了。LG 甚至在新机发布会上现场用钢刷和钥匙刮擦 G Flex 的背盖，让媒体记录刮痕逐渐淡去的过程，场面令在场人士啧啧称奇。许多科技媒体对此大肆报道，掀起了一波手机会自愈的话题热潮。当然，这项自愈镀膜技术也有其局限，它无法处理深级塑料基材的伤痕，而且随着时间推移和多次刮擦后，自愈效果可能会逐渐减弱。换言之，太严重的刮伤还是无法奇迹般消失。因此 G Flex 问世后，许多用户虽感到惊艳，却也不敢完全不贴保护贴。不过至少 LG 让大家看到未来手机不怕刮的希望。汽车领域也有类似的创新。2007年前后，日产汽车研发出名为 Scratch Shield 的自愈合车漆技术，曾应用在 Infiniti 系列高级车款上。它透过在车漆的透明保护层中加入特殊树脂，让漆面在受到轻微刮伤时可以缓慢重新流动，填补刮痕。据说有日本车主惊喜地发现，车门上的细小刮痕过几天真的变淡了，好像从未存在过一样。现在市面上还出现了各种号称有自我修复功能的手机保护壳、萤幕保护贴和汽车纳米涂膜。尽管效果参差不齐，这股风潮显示出人们对不怕刮、不怕磨损产品的强烈渴望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汽车轮胎上也已经看得到智慧材料的身影。一些高阶车款采用自封式轮胎，内壁涂有一层特殊高分子凝胶，当轮胎被钉子刺穿时，凝胶会迅速流入孔洞并凝固，防止轮胎漏气甚至爆胎。许多驾驶甚至在拔出钉子前都没发现轮胎被扎过，可见材料自我修补的效果之好。这种自动补漏轮胎正是智慧材料保护行车安全的现实例子。未来，智慧材料还将让更多电子装置和交通工具变得更耐用、更聪明。科学家们正在研发能自我修复的萤幕涂层，或结合形状记忆合金来制造可自行回复形状的车体构件。甚至有研究团队在飞机材料中加入微胶囊，一旦出现疲劳裂纹，微胶囊就会破裂释出树脂，将裂缝粘合，避免小裂纹扩大，酿成大祸。值得骄傲的是，台湾的研发单位也不落人后，工研院就开发出一种自愈核防石涂料技术，利用微胶囊释放防锈剂的原理，让涂在钢铁表面的防护漆一旦被刮伤，也能自行填补，阻绝锈蚀。目前这项技术已取得专利，可望应用在桥梁、石化、储槽等设备上，替代传统需要定期补漆的繁琐维护。可以想见，不久的将来，从手机、手表到汽车、飞机，它们都可能拥有某种自我保护和修复功能，减少日常损耗与维修成本。对消费者而言，这无疑是天大的好消息。智慧材料的触角甚至延伸到了医疗领域。试想，人造的组织和装置也能像生物组织一样自我调节，将会带来怎样的医疗革命？事实上，这方面的探索已经在展开。例如，科学家正研究一种对环境有响应的水凝胶，可用于智慧敷料。当伤口发炎时，敷料侦测到组织涂层温度升高或酸碱度变化，就自动释放抗生素药物抑制感染。当炎症受控后，它又减缓药物释出，避免过度用药。再比如，正开发中的智慧支架材料，可以感应血流压力的变化，在血管内适度膨胀或收缩，确保血液通畅，降低血栓风险。甚至未来的人造器官表面若涂布一层智慧材料涂层，当组织遭受轻微损伤时，也能自行修补。如此一来，人工器官的使用寿命将大为延长。目前，这些概念多还在实验室阶段，但智慧材料在医疗上的潜力已可见一斑。也许再过20年，医生给病人植入的骨骼、血管甚至心脏瓣膜都带有自愈合特性。人造骨若有细微裂纹，会自己长出新骨质填补；人造心脏的瓣膜磨损了，会自行修复光滑。医疗器械因此变得更可靠耐用，病患也能减少2次手术的痛苦。这些听起来像奇幻故事，但并非没有科学根据。
现在的智慧材料研究正朝这个方向努力着。看了以上的种种例子，你可能会惊叹，智慧材料几乎要让我们生活中的一切都焕然一新。那究竟为什么有人说它比晶片还恐怖呢？这里的恐怖当然不是指会对人造成伤害，而是形容它的威力和影响力之大，足以让现有的技术版图为之震动，甚至超越半导体带来的冲击。半导体晶片引领了资讯革命，改变了人类社会的面貌，但晶片的作用主要发挥在无形的资讯世界。再强大的电脑也只是处理数据，控制机械，本身并不会自我修复。若把科技比作人体，晶片更像大脑和神经，赋予装置智慧和沟通能力，而智慧材料则像肌肉与皮肤，让机械具有自我保护与恢复的生命力。当物联网让万物互联时，智慧材料则进一步让万物自愈，两者结合起来，将打造出一个既聪明又坚韧的未来世界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智慧材料在军事上的雏形其实很早就出现了。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，美军战机的油箱采用了自封式油箱设计，油箱内衬有特制的橡胶材料，子弹打穿油箱时，橡胶会迅速膨胀堵住弹孔，防止燃油外漏并降低起火风险。这种自我封堵的概念正是早期智慧材料的一种应用。试想一个极端场景，未来某天两个国家发生冲突，一方拥有大量运用智慧材料的军备，坦克中了几发炮弹，装甲上的裂洞在几小时内自行愈合，战斗机翅膀中弹出现破口，材料迅速修补，继续保持飞行。军用桥梁遭炸断，结构材料立即产生化学反应，将裂口长回来。这支部队简直像不死之身，越打越强。而另一方的传统装备则一件件损坏，无法修复，战力只会越来越弱。这听起来像科幻小说，但如果智慧材料技术足够成熟，未必完全不可能实现。对没有掌握这种技术的一方而言，面对仿佛刀枪不入的对手，心理震慑可想而知。这种压倒性的优势难道不可怕吗？智慧材料的大规模应用还可能颠覆整个工业生态，产品不容易坏了，传统的生产和消费模式都将被改写，制造商需要重新思考营运策略。毕竟东西用不坏，销量可能下降，但消费者和地球环境将因为耐用品的普及而受益。基础建设寿命延长了，政府可以把原本用于维修重建的庞大资源投入其他发展。太空航行中的航天器如果能自我修复微陨石撞击造成的损伤，深空探测的安全性也会大幅提高。这些影响加总起来，难怪有人把智慧材料视作下一个改变世界的关键科技。当然，我们必须强调，目前智慧材料虽然展现了惊人潜力，但距离全面改变世界还有一段路要走。我们暂时还不用担心，房子车子真的永远不坏，军舰永远沉不下去。许多智慧材料技术仍在研发和改进中，还存在诸如修复速度不够快、可重复修复次数有限、材料成本较高等瓶颈。但就像早期半导体技术一样，随着时间和资源的投入，这些难题极可能逐一被克服。智慧材料的崛起，同时也引发一些哲学性的疑问。当无生命的物体开始拥有类似生命的特征，例如自我疗愈、自我调节，我们对生命与非生命的界限将如何划定？或许未来有那么一天，我们身边的房屋、车辆乃至家具都能感知环境并做出反应，仿佛成为有机体的一部分。那时，人类与物质世界的互动方式将发生前所未有的改变。我们可能不再把物件视作完全被动的工具，而会将它们当成某种伙伴。毕竟，他们会照顾自己，也在某种程度上照顾着我们。这也提醒我们，科技的进步往往是一把双刃剑。东西不易损坏固然美好，但是否可能因此引发新的问题？比如，产品寿命延长，制造业必须转型，又或者自我修复技术若被恶意利用，会否带来安全隐患？一旦武器都具备自愈能力，军备竞赛会不会更加失控？这些问题现在或许难以想象，但随着智慧材料逐渐融入生活，我们迟早需要面对并解答。正如每一次工业革命都改变社会结构，智慧材料的革命也将深远影响我们的经济、生态和伦理观。未来，
我们需要智慧地运用智慧材料，确保它真正造福人类，而非引发新的困境。说到这里，你可能好奇，台湾是怎么在这场智慧材料风潮中脱颖而出的？其实，这背后凝聚了长达15年的努力。我们不妨把时光拉回到15年前，看看智慧材料技术在台湾从无到有的发展历程。2010年前后，台湾政府意识到新材料科技的重要性，开始投入资源支持相关研究。当时，奈米科技国家型计划等大型专案陆续展开，为智慧材料的研发打下基础。许多年轻科研人才出国深造，学习新材料技术，又陆续回到台湾，在大学与研究机构设立实验室，默默耕耘。2015年，欧洲出现的自愈合混凝土技术惊艳国际，也刺激了台湾学界对智慧材料的重视。同年，工研院等单位开始研发自我修复涂料、防护材料等技术，期望跟上这波趋势。陈俊泰教授的团队也在这时确立了自愈合高分子材料的研发方向，展开大量实验。2018年，陈教授团队在实验室初步证实了一款离子凝胶材料的自我修复效果，撰写论文投稿国际期刊，立即引发业界兴趣。团队随即着手申请专利，以保障这项创新。同一时间，台湾材料科学界开始在各类研讨会上热议智慧材料的应用前景，从纺织、建材到电子、医疗各领域专家激荡出许多点子。2020年前后，智慧材料已被列为台湾重点发展的科技领域之一，国科会将智慧材料纳入科技发展蓝图，相关研发预算逐年增加。这段期间，台湾团队也与国际同行保持交流，吸收最新成果。例如，陈俊泰团队参考国外文献，改良材料配方，使修复速度和强度都有提升。2023年，陈教授团队成功将实验材料制作成原型产品，并通过多项严苛测试，他们的自愈合纺织纤维在实验中被反复切割、拉扯后，依然能恢复大部分强度。这项成果震撼了国内外同行。在该年年底举办的未来科技展上，团队低调展出了一块能自我修补破洞的布料和一小片自愈合涂层，引来有心人士驻足关注。2025年，也就是今年，台湾的智慧材料研发终于全面开花，陈俊泰团队的技术获得国家级奖项的肯定，并开始与厂商合作，准备量产。同时，政府宣布成立智慧材料国家队，整合学界与产业资源，加速推动这项技术。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，美国专家团的来访才格外引人注目。台湾展现出的成果标志着智慧材料已从实验室走向现实，而且后市看涨。面对如此亮眼的成绩，陈俊泰教授对未来也充满信心。他表示，团队正与业界密切合作，期待在3到5年内就能看到采用自愈合材料的产品问世。未来，我们或许会有永远不破的衣服，终身免维修的房子。陈教授笑着说，希望有朝一日，台湾的智慧材料可以像台积电的晶片一样行销全世界。对台湾而言，智慧材料或许就是继晶片之后让世界惊艳的下一张王牌。台积电的晶片已经让全球科技巨头离不开台湾制造，而未来来自台湾的智慧材料也许会让全世界的房子更耐久，衣服更智能，交通工具更安全，医疗器材更可靠。到那时，台湾将不再只是晶片之岛，更将成为智慧材料王国。15年前，若有人预言台湾将领跑自我修复衣物和自愈合水泥，恐怕很少人会相信。但如今这一切正逐步成为现实，而且发展速度超乎想象。展望未来10年，随着更多资源投入智慧材料研发，我们还会见证更多惊喜。也许很快，我们就会拥有永不刮花的手机，永不漏水的房子，甚至遇伤自愈的飞机与装备。当这些愿景成真时，回首当年，美国专家在台湾实验室里惊愕失语的画面，将成为一段流传的佳话。它见证了台湾如何在不经意间为世界带来巨大改变，也提醒着我们，真正改变世界的黑科技，往往在崛起之前都默默无闻，不被看好。总而言之，台湾15年的隐藏计划已然揭晓，那就是智慧材料的革命。它也许不像晶片那样时刻出现在众人眼前，
但在看不见的地方，它正孕育着撼动未来的力量。我们正站在新技术爆发的前夜，让我们拭目以待，台湾将如何以智慧材料继续让全世界为之惊叹。